日前，阿富汗的紧张局势吸引了世界各国的关注，而除了这一事件本身受到关注外，其连带的影响或许更为巨大。美国《纽约时报》表示，这次阿富汗形势的急剧变化将会让美国全球信誉进一步下降，而此次事件也让美国盟友们见识到了美国的无情冷漠。无论之前多么卖力的为美国工作，美国该撇下你的时候，仍然会义无反顾的撇下。这也会更加证实了推崇美国优先的美国人根本靠不住。另外，这一事件的影响也似乎让印太局势开始翻转。我们知道，当前美军越来越将战略重心转移到印太地区，目的是为了更好地遏制中国的崛起，而遏制的关键一步就是美国将会从地缘政治上对中国进行挤压，这也就意味着美国需要在印太地区构建更多的盟友关系。不过，在看到阿富汗如今的下场后，一些还在观望的势力，或者是已经成为美国盟友的国家，还能无动于衷吗？一个残酷的事实是，美国人根本就不在乎亚太盟友们的生命。分析人士指出，进入到大国竞争之后，爆发新一轮大国战争已经成为可能。而在印太，美国似乎正有这样的打算，从其不断军演、进行战争推演等就可以略知一二。而一旦战争爆发，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可以很快的逃离这一战场，而美军在印太地区的盟友们将会成为率先被攻击的对象。从这一点来说，美国所谓的承诺都不过只是空头支票而已，并不具备任何可兑换的可能性。这一点已经被一些印太国家清楚地认识到了。目前，东南亚国家柬埔寨就表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根本就靠不住。可以想象到的是，这一点正慢慢地成为亚洲国家的共识。届时，美国想用一张空头支票就引诱亚洲国家暂时对抗中国的伎俩就会不攻自破。更为重要的是，美国靠不住这一点，让一些国家更加坚定了同中国交好的决心。柬埔寨首相洪森就公开表示，如果我不依靠中国，还能依靠谁？言外之意，仅靠中国才能保命，而如果依靠美国，只会提前葬送自己国家的出路。此时的阿富汗就是一个惨痛的教训。就目前局势而言，塔利班武装来势汹汹，在不到1个星期的时间里，塔利班武装就攻占了阿富汗34个省份城市中的14个省会城市。按照这一趋势下去，即将很有可能在不到90天的时间完成对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包围和控制。一旦首都沦陷，那么局势基本就成定局了。就在这样的危急时刻，阿富汗驻华大使卡伊姆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希望中国出手，并提出中国可运用2种手段向塔利班施压，从而让他们放弃目前咄咄逼人的架势。卡伊姆表示，一种方法是中国通过喊话的形式明确告诉塔利班武装，他们想要达成的统治目的不会被接受，他们目前在阿富汗境内所采取的一系列行为也不会被接受。另一种方式是通过发挥中方在阿富汗局势中的杠杆作用。卡伊姆认为，现如今塔利班攻势之所以如此迅猛，一定程度上是得到了巴基斯坦的支持，而中国又同巴基斯坦交好，因此其认为中国可以去劝说巴基斯坦，使其放弃支持塔利班武装的举动。从表面上看，阿富汗驻华大使提出的这2种方法都是让中国去做一个调解人，但是从本质上来看，他们似乎想让中国参与到这一乱局中来，这也可以理解成一种间接的出战方式。而在看到了阿富汗驻华大使的这一请求后，美国也顺势给中国设下一个陷阱。日前，美国国家利益网站发文表示，阿富汗的崩溃可能会给美国的敌人带来麻烦。美国解释道，在阿富汗政府军被塔利班武装给取代之后，美国的对手之间会因此发生严重的冲突，其中提到了中国、俄罗斯、伊朗以及巴基斯坦，并表示这些国家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都存在。但仔细观察，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国家无一例外都同中国有着相当高的合作关系，可以说是关系密切。也就是说，美国似乎是想用这个来威胁中国，逼中国淌这一趟浑水。但谁都知道，阿富汗局势并非短时间内可以解决。当年军力强大的美军在阿富汗征战20年，最终也是落得个惨败收场的结果。因此，虽然阿富汗是中国的邻国，但中国也绝不能出兵。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早就声明不会干涉别国内政。从这一点来看，中国也是断然不会出兵干预的。因此，美国想用这招逼中国介入阿富汗是吓不到中国的。日前，中美竞争已经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美国对中国展开全方位、多层面的打压，无所不用其极。但最近美国研究员提议的一个打压方式却很清奇。近日，《华尔街日报》刊登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研究员伊丽莎白·布拉文章呼吁各国奢侈品牌停止向中国出售奢侈品，以此阻止中国崛起。他指出，现在的中国已经不像之前那样忍辱负重，开始拒绝接受对中国不利的规则，这让西方感到挫折。他也知道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奢侈品市场，而大部分奢侈品来自西方，但他的逻辑是，不断增长的奢
生活品质是中国政府令人民满意的重要原因。如果中国的精英阶层无法再获得这些极好的生活品质呢？他们会不满，政府就会选择屈服。不得不说，这个逻辑之奇特，原来这就是卧龙凤雏。在去年的时候，投行杰弗瑞最新报告显示，自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在全球个人奢侈品消费中的份额激增，从2019年的38%至39%，猛增到80%。未来的增长将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加依赖中国推动。巴拉女士的建议是想让这些大牌直接就地关门吗？而她的这个提议也让中国网友拍手叫好。有人表示，奢侈品就是智商税，有这好事，这样就可以更多促进国货发展以及支持实业发展。而且很多国人本就对一些傲慢的国外大牌早就不满，一边捞中国消费者的钱，一边又相当傲慢的辱华，但仍然还是有人趋之若鹜。而这位瑞典籍的研究员之所以提出这个建议，是因为他认为中国会因为瑞典对华为5G 的禁令，从而报复瑞典的爱立信公司，并宣称中国通过基于地缘政治的贸易惩罚政策伤害西方企业。这个是美国媒体传出来的谣言，中国外交部曾进行澄清。而西方的思维就是我们做过的，就认为别人也会这样做。瑞典不正是基于地缘政治才禁的华为吗？虽然这个提议挺无语的，但这正反映着西方整体反华氛围，使尽各种龌龊手段，也要在方方面面给中国使绊子。近期以来，美国为了能够拉拢其他国家，可谓是无恶不作。他们不满于中国的发展，对中国的强大产生了嫉妒之心，所以想拉拢其他国家给自己当炮灰，来共同抵制中国。菲律宾也是其中被拉拢的一份子。而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似乎能够看出美国的心思，不想与中国发生冲突，但是又怕美国的施压，所以一直在玩中美中立战术。不过总统换届在即，菲律宾政客、军方以及媒体则与总统的想法不一样了。据观察者网相关消息报道，近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访问菲律宾时，与菲律宾防长洛伦扎纳共同声明，将撤销菲律宾终止菲美访问部队协议的决定。对于菲方的决定，奥斯汀表示感谢，并称今后将与菲方更进一步加强交流与合作。但重点是在奥斯汀结束与菲律宾的访问之后，菲律宾外长洛钦表示将出席8月举行的东盟外长虚拟会议，并在会议上提及疫情恢复、南海等问题。与此同时，菲律宾军方和媒体也都纷纷渲染南海问题，出现了一些要对抗中国的声音。有相关分析人士认为，其实菲律宾在美国的挑唆下，出现了一些想跟中国对抗的声音是正常的。因为虽说中国如今的发展很迅速，但是跟美国相比，依旧有一些领域跟不上美国的发展。所以美国作为世界超级大国，菲律宾想抱大腿也是很正常的。而且之前菲律宾不敢大肆出现要与中国对抗的声音，是因为有杜特尔特在坐镇，并且出现一些局势升温的现象时，杜特尔特都会站出来灭火。如今即将退位的杜特尔特压力似乎已经剧增，自己也在及时的调整一些国际关系。在其前一阵发表的最后一次演讲中，都表示应该与中国保持友好交流的状态。但是国内还是听到了一些对抗的消息，这肯定也是让杜特尔特很是焦虑。对此，我国军事观察人士的评论也是一语道破了真相。他们认为，菲律宾这样的现象表明，菲律宾在美国的挑拨下，可能就是见利忘义。因为在菲律宾疫情局势严峻的时候，是中国伸出了援助之手帮助了他们，但他们现在却反过来要干扰中国，足见菲律宾不是很可靠。所以在以后的发展中，我们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应该保持警惕。杜特尔特清楚中国的实力，不敢与中国对抗。此前还称，在菲律宾战机还没有起飞前，中国的导弹就可以到达目的地。但是一些不识趣的小人甘愿给美国当炮灰，就是愿意跟在美国的身后叫嚣。所以说，如果你们非要跟中国作对，把自己国家推向深坑的话，那到时候遭到反击也是自作自受了。